喂，你好。哦，你叫我那个芝士就可以了，德国芝士啊，大家都这么叫。我就是想跟你聊一下这个难民的事情，俄乌战争给我们这个挪威的这些政策，然后跟我们这些当地人，还有过来的移民，对我们生活有很大的影响，非常大的影响。我现在真的是很后悔跑到这里来。嗯，我今天看了一些视频，就讲你们德国的，就是你们德国也是搞了100多万乌克兰难民过去吧？对呀，对呀。然后呢，然后就是非常的卷，因为德国现在本来就很多人失业嘛，然后就搞得很卷。然后我看了有个就是走线过去的，润到德国去的，他想待在德国，那是10个月以前的视频。他就说1年以前那时候在德国找工作呢就好找一些。他说一个工作岗位出来的时候，嗯，3到4天打电话，工作岗位还在那。他说现在找工作只要一个工作岗位出来了，3到4个小时以后打电话，那个工作就已经没有了。哇，区别那么大。那还是10个月以前的视频，你就知道它有多卷，在德嗯，国。是。而且，但是你们德国有一点好，就是它不会政府行政干预，就是帮难民找工作，好像是这样的，就是说难民自己找工作。但是你知道我们挪威是怎么不？我们这里行政干预就是政府帮着，就是帮难民找工作，他们这些难民的工作就是国家包分配。那其他人找工作呢？非难民呢？对难民他不会怎么管理的。我在这里问政府很多次，他跟我说没有工作。哦，那工作都给难民了。工作都给难民了。而且你现在在那个网上你去看那些招工作的信息，就是适合我们的工作嗯，根本就没有了，他不发布出来了，他直接全部都给难民了。适合我们的要求很高，我们达不到要求，比如说幼儿园的老师，还有那些护士，那这个是要大学毕业拉到本地的大学文凭才能再上这个班的。那就是说只适合本地人干的。那现在就有这样的工作，那根本就不适合我们，就那适合我们的工作根本就没有，看不到网上。相当于挪威政府还歧视本国的合法的那居住的公民哦，对吧？就是他对本国的合法的公民都没有这么好。对难民更好。啊嗯是的。还有一点，他们是怎么呢？他跟雇主说，就是因为他们雇主都知道嘛，就说嗯，他如果录用乌克兰难民的话，前面几个月到1年是免费的，他雇主不用出钱。相当于纳税人帮出，对吧？那雇主肯定这是里这才优先聘用他们，是是庙啊，吧？是那肯庙。定啊。不会要我们，也不会要本国就有人嘛。是啊，直直线是啊。在这里。哎呦，相当于难民有特权啊。啊，你这样子搞的话，你难民没有工作的话，他可以从政府拿救济金。对，我们没是。有工作，还包括本国人没有工作，政府拿不到救济金的。哦，你为什么不帮我们这些人啊？你去帮那些难民啊？他对。因为什么？他从政府拿救济金，那政府就不愿意他们拿救济金，就帮他们。那我们待在家里没钱的，他们不管。挪威没有失业保险吗？挪威嗯。是这样的，就是而且还有一点，他福利也削减了，大肆削减。然后他削减的时候，他不会告诉你，悄悄的弄，不会就说公布出来，在网上公布啊，什么会削减福利啊，削减多少。他就悄悄的弄，大肆削减。我才来挪威的时候，4年以前到挪威来的时候，嗯。他是这样的，你1年之内赚了9万挪威克朗，你就可以拿失业金。然嗯。后是拿2年的失业金。现在他就把它变了，他就嗯。改成1年之内要赚24万挪威克朗，你才能拿2年的失业金，嗯，少于24万你只能拿1年。那区别就是太大了。说以前是9，嗯。是啊，这区别太大。以前是9万，现在是24万。你看你这个福利，你不是这样子大肆削减的是吧？嗯嗯嗯。而且你把这么多难民搞过来，哎呀，怎么说？我就跟政府直接说的，我说你们为什么帮难民找工作，不帮我找？嗯。他说你可以靠你老公啊。哎，我说我到挪威来，我不是靠我老公的，我到挪威来我是想找工作的，我要挣我自己的钱的。对对，肯定的。我不可能就靠老公靠一辈子是吧？你到哪都得自食其力是吧？我认识一个中国人，他在挪威住了10年就离开挪威了，他现在回来了，他的嗯退休金只有6000块，6000挪威克朗一个月，嗯，相当于人民币多少？4200块钱的样子吧。就这么一点，根本就不够在这里生活。挪威是这样，退休年龄一个是62岁，一个是67岁，嗯。就这2个年龄段退休。
然后他们乌克兰难民过来，60岁就直接就是也不要去读书，也不要去上班，直接就拿退休金。他们一来退休金就是2万1。哇哦，他们本国人一个月退休金这没怎么上班的才6000块钱，他们一来一个月退休金就是2万1。哎呀，太夸张了啊，真的。你这差距太大了，是吧？是啊，是啊。如果你这个难民过来拿福利，不跟我们抢工作，不影响我们的，因为我们在家里拿不到钱的。对呀。他不跟我们抢工作，我们又心里又舒服一点，是吧？哎呀，相当于把这些难民都供养起来了，对吧？是的，是的。而且他们过来的时候1年，正好我就是赶上我在学校学了1年的挪威语，然后他们就过来了。他跟我们想的难民有很大的区别，因为我以前也在欧洲其他的国家，我也接触过其他国家的难民，我就发现乌克兰的难民比其他国家难民都有钱一些，高人一等，他们是 VIP 难民吧？乌克兰是个很腐败的国家，晓得不？是，我知道，是很腐败的国家。然后他们每天上学都是开着小车过来的。对啊，德国的乌克兰难民一样，他们开着奔驰、宝马从乌克兰过来逃难，哪有这样的？是的，我们也是开着小车从乌克兰过来的。哦。你知道他们还有些在这里待不惯、待不习惯，觉得这里不好，又跑到加拿大去了。我跟有些人说，有些人他不懂，他说什么这些乌克兰难民都是联合国分配过来的。我说没这回事儿，我说是哪个国家给的钱多，他们就往哪个国家跑。对，有的国家特别积极，然后呢就让那些难民过去。德国也一样啊，当时就是反正凡是乌克兰的难民，所谓难民，他想来德国就收。是的，而且我跟别人还跟我说了，都不需要签证的。不用，根本不用，他就拿着他的那个护照或者证明他是乌克兰人就可以了。都不用签证，就可以直接跑过去。是啊。这真的我觉得太荒谬了，而且德国那个经济也不好。我看了，就是乌克兰难民过去之后，德国的福利房都全部的很多都租给那些乌克兰难民了，本国人租不到。是的。哎，我觉得这个国家，这个欧洲我觉得太堕落了，真的这个样子搞，你这个政府是为谁服务的？谁给你在纳税啊？我们都知道答案，但是呢，为什么他们政客这样做，我也不理解啊。你知道我认识一个中国人，他怎么跟我说吧？他说什么把这些难民过来填补这些工作的空白。哪有空白？是啊，哪有什么空白啊？哪有什么工作空白啊？搞得我们这些其他人都找不到工作了。而且他们这些难民，我觉得大部分都不会，比如说你们挪威语不会德语的，他怎么去工作啊？对吧？就把他们供养起来啊，让他们学语言，拿福利，就这样。很多人，而且他们不怎么，我发现他们之后，我在学校里面跟那些乌克兰难民，他们很多人不怎么学。对，他们不怎么学挪威语。他们也没必要学，因为他不学，他也可以拿福利啊。然后还有一点是什么呢？你比如说，在我们这儿的政府属于养老院嘛，你在养老里面做护工的话，就是照顾老人，必须要挪威语很好的。然后我现在发现一个很怪的现象，他们这些乌克兰难民，他不管你挪威语好不好，他就带到养老院去了。因为为什么他这个养老院是属于政府管的，然后他们居然还在还拿到了固定工。我们去到养老院去找工作的话，至少挪威语要过 B1，然后呢，你要学过这养老护理的专业。对，各种资质哈。你要有这个，要从学校里面要有这个拿到这个证书，你才能去到养老院去上班照顾老人。我就看了2个乌克兰人，我跟他说很简单的这个挪威语跟他沟通，我说你住在哪他都听不懂。然后我看到那个挪威人，他们挪威跟他同事跟他说话他也听不懂，他居然在那里上了1年的班了。是啊，匪夷所思。为什么？因为这个工作就是政府给他们的。如果养老院是私人老板的话，我估计私人老板不会把这个工作给他。因为你胜任不了这个工作，会影响他生意嘛。政府给他，包括住在我们这附近的一个乌克兰女的，她58岁了，挪威语也不怎么样，她也是在这个养老院上班照顾老人，也是拿到了固定工。还有一点我跟你说啊，就是在那个实习的时候，比如说我去实习，我在学校里面去实习的时候，1个星期实习2天，实习2天的话，而且是我自己找地方，我实习2天，雇主要出40%的工资，政府出60%，
然后在这种情况下，我从政府只拿到9000块钱，税后啊，我跟你讲，税后才拿9000挪威克朗。同样的，这些乌克兰人实习也是1个星期2天一样的时间，雇主不要出1分钱，全部都是政府掏腰包，然后税后给他们19000。哎呦，19000就这么大的区别，然后他们在这里吃住19000，绰绰有余，还可以存7000到8000挪威克朗每个月。哦，你说看了这种情况气不气人啊，对吧？是啊，你这样子搞，你这不公平吗？人家看了这肯定是心里不舒服，是吧？那肯定啊。我告诉你吧，我看到有些不公平的现象，有的时候我就想哪里可以买炸药啊，买个炸药包，然后丢到那政府那里去。所以我跟你讲，挪威有一年就是不是有发生了一个事件嘛，就是一个人跑到一个岛上去，用机关枪扫了很多人。啊，我知道他是挪威人自己，好像是一个年轻的20多岁的那个男的哦。他先是在那个政府的办公大楼外面一个汽车外面放了一个炸药还是怎么的哦，然后后来他又跑到岛上去用机关枪扫射了很多人。他就是恨政府，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他就是恨这些难民啊，这些人，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这里的福利机构，就是有一个人跑到这个福利机构杀了一个政府官员，从此以后那个福利机构的大门就是紧闭着的，如果要进去的话你必须预约，就是这样，就是说政府是防着老百姓的。还有就在挪威这样，就是最底层、最低层、就是那种底层的官员，他们那个年薪100多万。我不知道德国是那种基层的官员是多少啊？反正这里年薪基层的官员就是100多万。比如说什么基层？基层的官员啊，比如说就像我们这县的小县城这种小官，小县城就3000人的样子。那小官就是年薪就是100多万。是那个县的县长之类的吗？还是什么？不是县长，不是最高层的，就是最基层的。哦，100多万就相当于人民币有70、80万吗？反正10多万欧元吧。哦，那也相当于人民币100万左右了哦。你这就是一种腐败啊！自己给自己发钱嘛。对啊，谁给你这个权利给你发这么高的工资是吧？而且2023年的时候他还已经工资够高的了。2023年现在经济这么不好，然后那个又搞这么多难民出来，他们还加工资，自动涨薪。对对对，德国国会那些议员也一样的，自己给自己涨薪，就是腐败。天下乌鸦一般黑呀，你看挪威也一样，德国也一样。是的。你如果就是说你搞这么多难民过来，你不主动帮他们找工作 ，OK， 我跟他们同样面试工作，难民的能力比我强，那我无话可说，是吧？对对。他的政府行政干预这么高，所以在这里，哎，我觉得这个就我跟你讲了，就是好像毕业了，我们像中国一样的毕业了包分配，就这样子，就行政干预这么跟他找工作，所以德国这个还好一点，好像没有政府没帮他们找工作，你不知道这事儿吧？我没有去细究这个，真的不知道。估计因为没有语言比较困难吧。我是知道国家花钱，相当于花纳税人的钱给他们上语言班的，这个我知道，他们可以免费去上语言班，然后同时拿福利，政府给他们那个住房啊。他们租的房子是政府出钱的，也就是我们纳税人出钱的。是的，都是纳税人出钱，而且我看到你们那个德国那个退休金很低的，就说上了45年班的话，退休的话好像也就1700多欧元，1500多欧元的样子。对，平均是这样，平均是这样，对，1700左右吧。1700-1500多欧元平均起来，然后还说有些地方我看有个网友说他工作了20多年。退休金1个月才600多欧元，有可能。对啊，所以我就如果没有自己存款，没有自己房子，根本就活不下去啊。你为什么这些退休金也就是公共支出嘛？你那个搞那么多难民过来的话，他把你的这些东西都抢掉了，那你的退休金可能就少了不？问题是这所谓的难民啊，他们过来之后，如果是不遣返他们回去，他们一辈子可能都吃这福利，也就是说国家帮他们出那个租金啊、暖气费啊，这种全部都出，全部那个费用加起来要比人家正常全职工作人的收入还更高呢。
是啊是啊，我们这里还报道过，就是说给这些难民的福利啊，你看啊，本国人小孩上幼儿园是需要钱的，如果你本国人出不起钱的话，小孩就待在家里，就家里哦，蹲，就这样。嗯但是难民的小孩，那个上幼儿园不要钱，就直接然后送就可以。本国人哦，对对，你这个难民过来很有钱的，他的小孩上幼儿园都不要钱。还有就是本国人看牙医是必须要自己出钱的，你难民在这里看牙医还可以报销。哎呀，反正就是全免费，对吧？全免费对他们来说。还有就是本国人考驾照都得自己出钱，在这里考驾照政府出钱。德国也一样，这也一样。我们德国这边听说一个驾照大概要4000到5000欧元，现在是啊，人民我们这币也是这样。4万块钱左右。是我们这里考驾照起步就4000欧元，然后政府出钱，还有荒谬到什么程度啊？就是我在学校里面上课的时候，有些过来的时候没开着车过来嘛，但是他们那个政府就告诉就是允许他们怎么呢？就说他们没有工作的情况下，可以从银行贷款买车。你本国人你没工作，你从银行贷款，银行理都不会理你。那可能是政府帮担保呗，帮那些难民他才能够。是啊，是啊，就是政府担保吧，他们还不起的话，那就是政府还嘛。对啊，政府还不起，那肯定是人民还啊。是的，人民还对。我觉得这太荒谬了，这些事情真的太荒谬了，我觉得。但这是真实发生的啊。难怪我刚来的时候，一些中国人就告诉我，他说挪威的跟自己本国人没啥福利，他说对难民的福利好，也就是对外人更好，是吧？我那时候没怎么我那时候也没怎么接触过，我也不知道，我也没深刻体会。这一次才来的时候，1年的样子，难民就过来了，我就知道。然后每个星期的时候，学校都会派一个人过来给他们找工作，然后我就跟那个人说，我说你能帮我找一份工作不？我记得坐在我后面那个人，政府给他安排了2-3份工作，他都不做了，他不满意。那2-3份工作是我想得都得不到的。然后我就跟政府的派来的官员说，我说你能帮我找份工作不？他说我不管你的工作，我只是负责难民。他说你到哪里去问。然后我去那些机构问，根本就没有任何工作给我，有工作吗？根本就没有。像现在挪威人讲的，任何工作，他们只要适合他们的工作，适合乌克兰的工作，把他们放在就是优先位置，对，最高的位置，第一位，哪怕他们不能胜任这份工作，都会叫他们去。你比如说这老人院照顾老人的，他们的那个就是很基础的挪威语，就是过一个 A1、A2 的水平，就是一个这个水平可以到老人院去照顾老人。如果他们不来的话，我是有更多的机会可以在这里找到工作的。我现在几乎都找不到，我还自己跑到那个政府的办公室，就是老人院的办公室去问了，问了他就说，哎，我真的现在能得到那份工作，我都感激涕零了。他就说让我得了一份替补的工作，是有谁生病了叫我去，临时打电话叫我去，就一份这样的工作。但是我都我觉得我都很高兴了，能有一份能找到这样子的工作都不错了。那你的那个挪威先生怎么说啊？对这一切？我挪威先生看我找不到工作也很不满嘛，也是对这个政府也是很不满嘛。我也觉得这个挪威和德国好像哎，我看了一些这个德国的视频，德国现在失业率也挺高的，很多那个不是那个汽车行业不景气吗？对，大裁员啊。我觉得欧洲就这样了吧，整个现在大环境都已经变掉了，然后现在也在不断的收紧移民政策。对，德国换了新政府之后也是收紧了，而且就是我们这边啊，搞了去年年底的时候搞了92000多个乌克兰难民过来，到今年年底的话，估计会有10多万呢。我们这儿挪威第4大城市也只有10多万的人口，等于相当于搞了第4大城市的这么多难民过来。他也是分到挪威各个地方吗？比如说9万10万进来之后，他是分到挪威全国各地吗？是的，全国各地都分。德国也是这样的吧？一样的，对。所以其实德国地方的
很多地方政府也特别恼火，因为他光是分难民，然后呢，中央政府没有把财政拨下来，就是要地方政府出钱，所以很多地方政府、地方政府根本就没钱啊，没钱怎么办？贷款啊，借债呀、然后借债给那个难民发福利啊，那么脑残的，真的是这样啊我！不知道。我在想，为什么这些老百姓不上街这个示威游行？对，我也不明白德国人为什么那么温顺。我们这儿也是，我们这儿有对难民不满的，但是他们不敢发声。而且乌克兰人啊，他们很喜欢说谎。我跟他们接触嘛，一起上学、一起工作的时候，他们特别喜欢说谎。说什么谎？比如说，你比如说，我跟他们说，我说你们以后还打算回乌克兰吗？嗯他说我们以后战争一结束了，我们就要回去。怎么可能？你如果战争回去了，你跑到挪威来干嘛？你不就跑到波兰啊、罗马尼亚那些国家了，就暂时住一下是吧？他们现在要回去，现在就可以回去。因为我看了一些中国人在乌克兰的直播视频，那些奥德萨还有基辅，路上什么东西，广场舞照跳，卡拉 OK 照样弄，到餐馆吃饭照样去吃，什么东西都是正常的。然后我们这附近的住的乌克兰女的，她这个暑假还回乌克兰了。德国也有这样的情况，回去度假的。所以有些人就说他们拿着福利到这里来旅游的嘛。啊，对。因为乌克兰他们死伤的人大部分不是平民，是前线的战士，不像加沙他们都很多地方都那个地方都已经炸毁了，然后那难民就睡在帐篷里面。没有食物，那些才是真正的难民，哪是乌克兰的这些难民啊，跑来就是旅游啊。然后我看他们那些脸书上面的，平常就是到外面去露营啊，又到这里去旅游啊，就是晒一些照片，又到那里去旅游，然后又到音乐会去，到餐馆去吃饭，就晒这些照片，跟我想象中的难民很大的区别。还有一些难民，乌克兰难民，他们来之前根本就没有住在乌克兰嘛，有一家人他们住在芬兰的，在芬兰已经住了8年了。还有2口子，他们是住在瑞士的，他们跑到这里来了，肯定是他们听说这个挪威的政策好呗。对，应该是这样。他们就是过来之前，政府不对他们进行任何的背景审核，而且那个乌克兰并不是整个国家都在打仗，就是那个基辅还有那个东部可能战争最惨烈一点吧，其他地方根本就没有什么战争。你把这么多难民搞过来干嘛？他们可以不打仗的地方去生活啊，是吧？是。我觉得我今天想说的都说完了，应该可能大部分啊，还有，首先他们过来，首先这里的租房就涨价，租房子啊就涨了价，然后医疗呢也挤兑，你去跟那些公立医院去预约，现在要等好久的时间，要等半年的时间，还有教育也是挤兑。教育方面也是挤兑，还有就是就业压力方面，难民的涌入，特别是一些低技能的难民嘛，就会加剧当地的就业竞争嘛。然后对我们这些人还有本国人的就业产生影响嘛。还有一个是福利压力，你这个大量的难民涌入，肯定会增加这个社会福利的支出。我刚突然想起，为什么乌克兰人喜欢撒谎啊？你比如说住在我们附近的一个女的，她跟别人说的，她是58岁，住在乌克兰的东部。她跟我说，就说她是52岁从基辅过来的。她为什么撒谎啊？习惯性的撒谎。我跟他们交流，还有我跟一个乌克兰人上过班，我就问他，我说你明天加不加班？他说他不加班。因为我开始对那个人的印象还可以，因为我觉得他受过教育的。后来第2天我从那里经过，我开车从那里经过，我就看他在那个单位外面抽烟，他就习惯性的撒谎。那你星期六上班有什么不能说的，是吧？是。你说加班就加班呗。他说不加班。然后后来第2天星期六我从那里经过，我看他在那个工厂外面抽烟。而且还有一点，考试对他们也是不一样的政策，就是考挪威语的时候。怎么不一样？也是不一样的。你比如说我们考口语的时候是有要求的。考口语的时候就是当时是我还有一个俄罗斯人，还有一个那个乌克兰人，考口语的时候是要3个人一起考的，我们互相要说话的，用挪威语交流的。
但是呢，老师呢就把我放在跟俄罗斯人一起考，然后那个乌克兰人单独考口语。他跟谁对话？不用。他跟老师一起吧，可能是我也不知道他单独考的，他不跟我们一起考。所以然后那个俄罗斯人他到这里来已经来了，他当时考试的时候他已经来了9年了，他也是对这些难民政策也非常的不满。他说他在这里来了6年了才拿到固定工。他在那个养老院上班6年了，他挪威语很好了，6年了他才拿到固定工。他说这些乌克兰人来，他一个同事几个月就拿了固定工了，所以很多人都很不满吧。所以说他们说什么民主国家有人权啊什么什么的，我看也没啥人权啊。也没啥人权，我觉得最起码还有一点就是你要想想那个俄罗斯如果把这个乌克兰给占领了，那这些不允许这些难民回去了，那这些难民这1000多万的难民就待在欧洲了，那就那真的是把欧洲会搞垮去。欧洲圣母婊多啊，你知道的。现在乌克兰是个很腐败的国家，给他的钱啊还有什么武器啊有些都不知道到哪里去了。你今天说的让我感到意外，我没想到那个你们挪威也跟德国一样傻逼。他们就是来当大爷的，可以这样说吧？是的，就是来当大爷的。他们刚开始来的时候，在课堂上面还嫌钱少，还嫌给他们的钱少。你应该感恩才对啊。对。还嫌给他们钱少，然后我当时就很气，晓得吧？但是我不敢吭声嘛。那我心里就想，那我们这里来的他1分钱都没有呢，那挪威人的有些找不到工作的1分钱都没有呢，你们一来就拿钱。我们这以前在学校里面的2口子，他们到这里来都是住着大别墅，2个人住一栋房子。那就这样了。好，拜拜。好的，好，拜拜。